香港商业文明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东方传统商业伦理交融的独特产物。在近10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座繁华的商业都市培育出了贸易、航运、娱乐等传统产业，同时也孕育了影视、电视、房地产等现代化产业。1990年10月，香港4大家族之一的郭德胜因心脏病复发辞世，在他的葬礼上，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霍英东、邵逸夫、包玉刚等工商界巨子齐聚一堂，轮番上台致哀。当时的香港报刊评论说，这几位商界泰斗已经掌握了半个香港的经济命脉。如今30年过去了，这些昔日香港的商业大佬和他们的家族依旧站立在财富与权力的顶峰。但在这些昔日大佬之中，作为曾经操纵香港经济命脉的巨富，横跨海陆的包氏家族初代掌门人包玉刚，大家却鲜有提及。资料显示，继承了包玉刚巨额财富的外孙吴宗权，如今是香港最大的包租公。包玉刚拥有房产15645套，每年光靠收取房租就能获得300亿元的收入。名下的房子即使一天住一套，都需要花42年的时间。这位引领了香港航运业兴盛的企业家，被称为世界第1船王。除了统帅航运，他曾是英资汇丰银行的董事，之后又成为董事会首席副主席，这是华人第一次担任这2个职位。此外，他的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业务涉及地产、运输、酒店、通讯、百货、电脑、科技和传媒等领域。他曾联手李嘉诚力挫英资九龙仓，主导了香港商战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役，敲响了英资没落的警钟。他足履实地，却又长袖善舞，在政界和商界都呼风唤雨。但美国新闻周刊曾这样评价包玉刚，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真正的航运界巨子，在虚张声势的西方人中，他是一个谦虚的东方人，在沉迷于冒险、竞争激烈的这个行业中，他又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保守分子。包玉刚的故事是一部筚路蓝缕，以寥寥山林的小人物逆袭之旅，也是老一代香港人中流击水、破浪前行的弄潮时代。在明清时期，中国形成了10大商帮，其中以徽商、晋商的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牢牢把握着中国商业版图。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重塑了这一格局，借助沿海通商的港口优势，宁波帮迅速崛起，足迹开始遍布各行各业。船王包玉刚正是宁波帮中的商界翘楚，他出生于宁波镇海家中，从祖父一辈开始经商。中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包玉刚进入一家新兴起的保险公司当学徒。为了考上大学，他坚持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打断了他的求学生涯。在汉口沦陷前，包玉刚和70个同事来到了上海。凭借着往日在保险公司的工作经验，他在上海中央信托局的保险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信托局工作期间，包玉刚的工作表现十分出色，很快成为被称为13太保的30个业务骨干之一。1939年秋末，日伪统治上海，包玉刚被派到昆明。由于工作出色，不久又被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随后又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不久，包玉刚就从衡阳调往重庆，出任工矿银行副行长。1945年，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混乱的上海滩。战后生活物资紧缺，抢购之风盛行，加上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接踵而至。当时有人打趣，上午拿到手的钱，到下午就贬值一半。更有人形容，你走进一家面店吃面，要先付钱，不然到面端上来时，价钱已翻了1倍。重整金融秩序对此时的上海来说迫在眉睫。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钱大钧对包玉刚在银行界的业绩早有耳闻，当他准备着手整顿金融业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包玉刚。于是，年仅28岁的包玉刚被派往上海银行担任业务部经理，次年又兼任副总经理，主管放贷。任职期间，他对每笔贷款都公事公办，严格审核。由于拒绝为牟利者兑换纸币，包玉刚得罪了很多权贵和流氓。在任上海银行期间，包玉刚殚精竭虑，试图通过银行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战后第2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作。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和挤兑风潮愈演愈烈，崩溃的金融体系下，国家银行成为人人唾骂的对象。1948年8月，蒋氏通过了新的货币改革方案，废除法币，发行金元，以潮刮民间经营。一个成功的商人，首先是政治先机的洞察者。宁波人天生的精明，让包玉刚觉察到，昔日蒋家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一场腥风血雨的动乱在所难免。1949年3月，
包玉刚向吴国桢请辞，携家眷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飞机。呈现在包玉刚眼前的香港，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商业社会与古老渔农社会的混合体。英国殖民香港的近100年间，英资企业抢滩登陆，垄断了香港的金融、公共事业、地产业、批发零售和酒店业等行业，形成集中的商业区。以行商买办为代表的华商势力在夹缝中艰难孕育。1949年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界线，也让香港的商业史从此出现了全新的转折。随着内战的白热化，大批富商巨贾纷纷南下，英国治下的香港成了这些金融大亨、商业大鳄的避风良港。在香港安顿下来以后，包玉刚开始考虑未来的生计。尽管父亲带来的资金不少，但他明白坐吃山空绝不是长久之计。来香港之前，包玉刚已是上海金融界的后起之秀，找工作他的首选自然是银行。但此时的香港银行已被汇丰、渣打和大通3大英资银行所垄断，内部的英资财团很瞧不起中国人，余下被广东人控制的部分也充斥着亲戚内部的裙带关系，难以融入香港银行业的形势，打断了包玉刚重操旧业的念头。经过深思，包玉刚决定从事能灵活经营的进出口贸易。碰巧这时他的几位朋友从上海、宁波来港，大家聚在一起共谋出路。其中有2位包玉刚的旧同事跟包玉刚意见一致，于是2人与包氏父子一道合伙开了一家联合公司。当时大陆已经解放，政府开始进行战后重建，食品等物料紧缺，包玉刚的公司从事着中国土产的薄利经营，挣的并不多。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包玉刚默默无闻，只是万千在港的本分华商中的一位。但很快，包玉刚和这些蛰伏的香港华商就迎来了自己在商业上的第一个春天。1950年，内战已近尾声，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禁运。作为美国盟友，英国也公开声明对华禁运。当时大陆的机器、化学品和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这一禁令对在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而对华商来说却是天赐良机。一些现代香港大亨的第一桶金都是在这时依靠走私物资赚得的。包玉刚的公司也加入了走私违禁物资的行列，他们从欧洲等地购入化学品、轮胎等物资，再通过第三国或澳门卖给别的商人，别的商人再运往内地。出于稳妥，包玉刚等人仅充当中间商，但由于量大，利润也较为可观。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带来了香港民间走私业务的繁荣，也带动了同期香港航运业的发展。禁运的实施使大陆与朝鲜的物价飞涨，运费一路飙升，每吨运价高达150美元，十分暴利。然而，随着战争结束，禁运的生意戛然而止，加上内地政治形势的紧张，包玉刚将公司业务收缩至食堂，一项生意越做越窄。于是，包玉刚开始思索新的生意。曾经朝鲜战争时期，日本作为美军后方基地，航运需求大幅提升，但由于日本船只在战争中大幅损毁，加上香港船员劳力低廉，许多日本商人都跑来香港租船，香港的华人航运业也得以兴盛起来。当时同期来港避难的赵从衍、曹文景一边将化学物品、日用品、木材运往内地，兼做进出口生意，一边依靠赚取的暴利大肆收编旧货轮，组建各自的船队，投身了航运。而入行更早的董浩云，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则背靠国民党，依靠战时为美军输送物资，已经在航运业务上脱胎换骨。包玉刚认为，随着2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间贸易增多，香港作为远东贸易的商埠，未来航运业将大有可为。一个投身航运的念头逐渐在他脑中清晰起来。风浪无常，这个冒险的决定自然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父亲包兆龙认为，当时住房紧缺，而香港未开发和闲置的土地数量颇丰，投身房地产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包玉刚冷静地分析道，房地产的利润固然可观，但局势一旦动荡，这些资产都无法带走，而船就是行走的资产，盛世可以运货，乱世可为家业。我们到英国保险公司投保，即使没赚到钱，也不至于血本无归。加之战后经济的恢复，也会让船越来越重要。包玉刚摆出的航运业前景，最终说服了父亲。1955年，37岁的包玉刚翻开了事业的新篇章，决心进军航运。想法虽好，践行却难。要搞航运，就要先拥有一艘船，但这些纵横于四海间的货轮，不比渡江过河的小木舟，动辄就要耗费上百万美元。仅依靠包玉刚个人的财力，要买下第一条船，恐怕遥遥无期。若想获得银行贷款，此时还需要找到一个保人。
1955年，包玉刚前往伦敦拜访曾在联合公司开展业务时认识的银行家乔治·马登。当时香港的英资洋行十分强大，由乔治·马登开办的会德丰便是4大洋行之一。要完成买船的巨资贷款，包玉刚唯有寻求英资洋行的帮助。包玉刚不卑不亢向马登讲述他的航运梦想，并提出希望能向马登借一笔款买船。但对面的马登神情高傲地讥讽道：“年轻人，航运业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输得连底裤也不剩。”随后他提出愿意为包玉刚提供60%至70%的贷款，购买一条2战时建造的旧船。包玉刚大喜过望，但当他接过马登递来的资料与合约，才看明白这是马登欺负他没有航运经验，想趁机大赚一笔。他忍住怒火回答道：“马登先生，如果买你的船，并非你借钱给我，倒像是我借钱给你。”被拆穿的马登神情尴尬，他冲着包氏的背影叫道：“东方人若得不到西方人扶持，休想在远洋航运业分一杯羹。”遭到戏弄，从伦敦空手而归的包玉刚决心自己筹钱买船。在父亲的支持下，包玉刚四处奔走，发动亲戚朋友集资筹得20万英镑。碰巧此时，包玉刚从船舶经纪公司处得知，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货轮待售，但要价22万英镑。为了筹钱，家中值钱的东西已经全数变卖，如今船只近在眼前，却还差2万英镑。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包玉刚灵机一动，22万英镑的价格是由经纪公司开的，如果直接从威廉逊公司购买，或许就能便宜一些。想到这里，包玉刚再次出发，带着1箱现金赶赴伦敦。当天，包玉刚就以2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他的第一艘船。这是一艘建造于1927年的燃煤旧货轮，出售给包玉刚时已有28年船龄。根据包玉刚的要求，威廉逊公司将船检修油漆了一遍。随后，这条老掉牙的旧船被包玉刚命名为金安号。就这样，依靠一条同行眼里的烂船，包玉刚开启了自己的航运生涯。包玉刚投身航运业之时，世界上也有不少船王级人物，香港更不乏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包玉刚的宁波老乡董浩云。包玉刚还在内地银行业扑腾的时候，董浩云就已经在香港航运业小有所成了。相较之下，包玉刚仅用一条旧船的船队显得十分寒酸，甚至还有同行打赌，如果包玉刚靠这条破船能成功，那么他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但同行的嘲笑并没有让包玉刚停下脚步。买下金安号的第2天，包玉刚立马将它短租给了日本山下汽船公司。为了进一步了解航运业，包玉刚更是多次拜访船王董浩云，试图从前辈身上汲取经验。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位谦逊的年轻人很快迎来了一次命运的转机。1956年，也就是包玉刚出租金安号的半年之后，埃及总统宣布占领苏伊士运河，非其友好国家的船只不得使用运河。当时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埃及视为非友好国家，悬挂米字旗的香港船只自然也在其列。这意味着走欧亚航线的船只都必须绕到非洲南端地好望角。随着路程的增加，运费水涨船高，船只也紧缺起来。而就在这时，金安号与日本山下公司的租约到期，山下公司不得不以数倍于原价的租金为金安号续约。包玉刚没有辜负这笔意外的财富，拿到这笔钱后，加上抵押金安号借贷获取的资金，他又购入一艘2手船，与一家货运公司签订了4年的长期租约。拿到的钱又拿去购买旧船，出道虽晚，入行却很快。短短几年间，包玉刚就用了7艘2手船。但包玉刚独树一帜的租赁方式却遭到了不少同行的嘲笑。当时香港轮船租赁行业普遍采用即时租赁，经济周期、燃油成本、船只需求都在影响着运价，航运公司便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租金，应时而变。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许多船主纷纷坐地起价，赚取短期高额的租金。希腊船王欧纳西斯、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如此。但初入航运的包玉刚却反其道而行之，首创了整船涨租的策略，将船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长期租给信用良好的公司。他认为，与其追逐旺季的高利润，将淡季荒废掉，还不如将轮船长租。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倒不如说是负债。此外，包玉刚在管理上也独具一格，他采取银行家的作风和方法去管理团队，坚持稳妥经营，在成本的核算上更是无微不至。为了分散海损的风险，他每增加一艘轮船就单设一家公司运营，财务核算上则全部集中在一家公司，以减少成本。尽管许多同行对包玉刚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包氏稳妥信实的经商作风却为他赢得了许多租户的青睐。截至60年代中期，
包玉刚手中的环球航运旗下船只已达20余艘。当时包玉刚的旧船租户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日本商人之所以在当时选用租船替代买船，是因为日本造船业在战时损失惨重。战后，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鼓励外国订单，日本银行界向外国船商提供购船的低息贷款，利息远低于本国人。对日本船商来说，买船还不如租船划算。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怪状：香港公司到日本船厂定制新船，又就地转租给日本的贸易公司。几年间频繁的业务往来，让包玉刚与日本的货运公司和造船公司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1961年，随着业务的扩张，包玉刚不再满足于做二手船，船中他更渴望能拥有一艘新船。他首先想到的是长期往来的日本造船公司。他打听到，建造一艘排水量7000吨的船需要100万美元。包玉刚的资产此时已远不止100万美元，但从前的银行业从业经验让他深知流动资金的重要性。用10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来购船，一来会让自己资金链紧张，二来没有必要。关键时刻，他想到了银行。包玉刚的旧船集邮时期曾与汇丰银行打过一次交道，他将一艘旧船抵押给汇丰，以获取小额贷款充当流动资金。这次包玉刚再次找到老相识汇丰的桑达，是提出要借75万美元。包玉刚的要求让桑达有些愕然。50年代的香港银行业还相当保守，当时的银行业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业内人士称为黑名单，既不投资于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等风险大的产业。思虑之下，桑达决定让包玉刚知难而退。他说，银行对航运业一向谨慎，若你要贷款，需要一位足够可靠的担保人。包玉刚点点头，对此他早已有了万全准备。包玉刚说，如果日本银行愿意为我开一张银行信用证，汇丰是否就肯借钱给我？银行能承认开信用证，就证明租约保障的可靠性。包玉刚如果能拿到信用证，那么效用与一个担保人无异。对这一点，桑达是心知肚明，但以日本人之精明刁钻，包玉刚根本不可能拿到信用证。而汇丰银行在当时更是从未有过贷款给华裔船东的先例。想到这，桑达爽快地对包玉刚说，包先生，只要你能拿到信用证，我立马给你贴现。告别桑达的包玉刚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马不停蹄地飞往日本，与日本租户面谈。对谈中，他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英语、日语并用，向租户保证自己会对船负责到底。租户却依然踌躇不决。包玉刚看出这是日本租户想要更大的利益，于是他向对方保证，我的船在管理方面十分妥善，这个你大可放心。假如我的船失事了，保险赔偿金全部归你，我直接让保险公司把钱拨进你的银行账户，我一分不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明老练的日本商人此时也被包玉刚说动了。随后，日本租户便带包玉刚去了开户的神户银行。经过几次商量，包玉刚终于拿到了那张75万美元的信用证。1962年，拿着从惊愕不已的桑达手上兑现而来的资金，包玉刚向日本船厂订购了自己的第一艘新船，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海上帝国。同年，桑达因开创了银行涉足航运的先河，被升职为汇丰银行的掌权人。这位银行家始终对包玉刚创造的成绩惊叹不已。2年后，汇丰银行宣布参股包玉刚的环球航运，由此开始了相互扶持、齐头并进的数年。凭借汇丰银行的雄厚财力，包玉刚不断扩大船队规模。从1961年到1968年的7年间，船队所拥有的轮船数量达到50艘，排水量达到350万吨，总值3亿美元。而投资了环球航运的汇丰一改此前保守的作风，开始走多样化投资的路线。1971年，包玉刚接受桑达的邀请，成为进驻汇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包玉刚的建议下，汇丰开启了灵活经营的路线。70年代之后，汇丰银行逐渐甩开了原来与自己鼎足而立的渣打银行、有利银行。汇丰与包玉刚在当时成就了一番资本与实业间的佳话。包玉刚得汇丰相助，航运大业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和他同为宁波老乡的董浩云也迎来了事业的黄金阶段。60年代，随着西方造船技术的进步，西方航运大国开始了弃旧换新的船只更迭。60年代初，董浩云以100万美元的总价从美国一次性购入12艘胜利型旧船，按汇率折算，平均每艘折合港币仅50万，几乎等于白送。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建造于2战时期的胜利轮，在造船业飞速发展的如今早已落伍，与其当废铁淘汰，不如赠予和台湾省关系密切的董事做顺水人情。虽然船龄已久，耗油量大，
但胜利型货轮质量可靠，且香港航运界的海员薪资低廉，人力成本低，可以平衡增加的油费。这12艘胜利型旧船被董浩云漆上金山梅花标志，编成香港系列、香港代表、香港生产、香港出口，加入欧美定期航线，直到70年代才退役。10年间赚取利润足够买数十艘同等吨位的新船。当时世界航运业已进入货柜运输的时代，为迎接货柜运输的新时代，1969年，董事创造性的将此前从美国购入的7艘货轮改成货柜船。次年，董浩云又注册了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开办全船货柜业务。由于起步早，发展快，东方海外很快在世界远洋航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此外，随着世界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各国对石油的需求越来越旺盛，20万吨左右的巨大型油轮将是未来石油运输最经济、最合理的方式。因此，董浩云很早就筹备建造了大型油轮。1959年8月，董浩云订造了一艘名为东亚巨人的7万吨巨型油轮。1966年，董浩云一口气在日本订造了6艘22.7万吨级油轮。1年后，董浩云向日本的佐世保船厂订造了2艘17.5万吨和4艘20万吨以上的超级油轮。受60年代中期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影响，加上各国工业的发展，国际上的石油需求急剧增加。董浩云抢先订造的一系列巨大型油轮，在国际石油运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得益于此，董浩云旗下的船队日益壮大。董浩云在巨型油轮领域具有前瞻性的商业举措，让他成为了航运业迈入巨型油轮时代的领航人。董浩云在油轮领域的发力，也让包玉刚看到了机会。如果可以拿下英美各大石油公司的业务，环球的规模将更上一层楼。随后，包玉刚便购入4艘二手油轮，吨级1.5万至1.6万吨，四处游说寻找入局机会。但当时的欧美石油公司对于之后他们几十年的华人航运业抱有偏见，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船只船龄久，管理差，不值得信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美的石油业务都由希腊、挪威船王所垄断，很少承包给华商。在吃过几次闭门羹之后，当时美国埃索公司的租船经理牛登被包玉刚的诚意打动了，他答应给包玉刚一次尝试的机会。包玉刚明白，这一次与埃索公司的合作不仅关系到环球的业务和未来，更关系到中国船队在国际航运界的声誉，绝不允许失败。于是，他决定亲自上阵，指挥4艘小型油轮的运作。几年间，包玉刚埋头研究船舶，还常常深夜攻读航运船舶类的书籍。此时在船舶方面，他已然是一个行家。亲自上阵期间，他准确无误地算出了小型油轮的运送日期，并亲力亲为组织船只、调配人员、监督船队进度，事无巨细。功夫不负有心人，包玉刚的4艘小油轮顺利完成了此次运输任务。得益于包玉刚的精准指挥，到港时间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几个小时。此外，包玉刚的油轮坚持低价，在这次运输业务中，埃索公司拿到了远低于同行的价格。这次的合作成功让埃索公司对包玉刚刮目相看，对中国船队的偏见也渐渐消散。埃索的租船经理牛登特意在纽约举行了一个酒会，感谢包玉刚，并将他介绍给显壳、德士古和无比石油等世界著名的大石油公司。坚持低价、优质的策略，让德孚、古、美孚等大石油公司先后都成了包玉刚的长期租户。从此，包玉刚的油轮业务开始了飞速发展。1969年6月，包氏第一艘巨型油轮世丰号在日本下水。随后，环球先后订造20万吨及以上的巨型油轮50多艘，总吨位达1000万吨以上，另有20余艘中小型油轮和混合油轮。油轮成为环球航运的重点发展项目。70年代初，后来居上的包玉刚建立起了一个拥有57艘轮船、总吨位达960万吨级的航运帝国。而同一时期，董浩云的油轮规模也在创新高。那几年，他先是向资金链断裂的英国 CL 公司购买了名为大鹏鸟的23万吨超级油轮，并易名为裕民。后来又向西德船厂购进一艘载重量达39万吨的油轮。几年下来，包玉刚与足足先登的董事顾盼称雄。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航运业被外资所控制，英国的太古保险和美商的旗昌轮船公司等垄断了香港航运的大半业务。茫茫大海中，根本没有华商的立足之地。到70年代，以包玉刚、董浩云为首的华裔船东在香港航运业已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也意味着华人航运业迈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航运业内，关于董浩云与包玉刚谁是行业第一的争论从未断绝。1977年，
飞普讯传播公司为当年的世界船王牌做此统计，数据显示，包玉刚稳居船王交椅第一，董浩云则位列第七。出于对数据来源、计算方式的质疑，业内对结果议论纷纷。不久，美国数家传媒联手排出世界7大船王，包玉刚以1300万的吨位远超董浩云，再次位列传王榜首。这一排名让素来高调的董浩云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致信评估船舶吨位的媒体，指出该排名的计算方法将公司拥有的船只与私人拥有的船只混为一谈。一向敏锐的港媒一下子就嗅出了董浩云的弦外之音，纷纷下场做深入调查。关于谁是船王的争论一时众说纷纭。董浩云外传的作者在文中写道，董浩云曾写过这样界限的信，称汇丰银行用包玉刚名下团队的一半股权，所以包玉刚实际上只有650万吨吨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董浩云是真正的世界船王，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但包玉刚本人始终对这场争论保持沉默。董浩云在致信媒体后也缄口不言。随后，一位权威人士披露，环球所拥有的船吨位并不是1300万吨，而是2000万吨。船王之争再次掀起波澜，航运业众口不一。也许单从吨位上来看，因当事人未下场，谁多谁少，双方都没有确凿的定论。但在当时的香港航运业，包玉刚的船队论名气、论规模，比起董浩云都要更胜一筹。这对年逾古稀、爱船如命的董事来说，不免意难平。与这位后起之秀的暗中较劲，成了他晚年最在意的事。1978年，包玉刚达到了其航运事业的高峰。这一年，他拥有了一支200多条船、2000多万吨位的庞大船队。香港的航运四子中的其他3位董浩云、赵从衍、曹文景也分别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各自航运事业的巅峰。然而，就在包玉刚的船队规模发展到顶峰时，他却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弃船登陆。他认为世界性的航运衰退即将到来，70年代的航运复兴将是这个古老行业最后的辉煌。70年代曾发生过的2次石油危机都被包玉刚视作航运低潮来临的先兆。在包玉刚看来，工业发达国家正在意识到摆脱能源控制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已经在加大石油的储备额度，并积极发展石油资产能力，同时寻找新兴替代能源。此时，全球规模过剩的船在需求减弱的未来也意味着庞大的负担。与包玉刚不同的是，董浩云却在这一时期选择再一次扩张。他认为航运的萧条只是一时的，等低潮过去，自己的船队将迎来再一次的辉煌。此时，包玉刚选择弃船，正是自己迎头赶上的好时机。1980年，世界性的船荒还未发生，但航运萧条的阴影开始笼罩全球。这一年，一艘56.5万吨级的巨型邮轮在日本轰然下水。这艘从一位希腊船童手中低价购入的巨轮原本已基本造好，但因其载重量只有41万吨，还算不上邮轮中的老大。为了将它建造成世界第一大邮轮，董浩云将邮轮分割开来，在中部嵌入了14万吨载重的部分，连接成一体，终于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上巨人号。董浩云由此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吨位邮轮的船东，在他为自己指定的赛道中过了一把世界第一的瘾。随后，他又开价12亿港元，一举吞并英国大型航运集团伯纳斯·怀特公司。英国《泰晤士报》惊呼，素有东方海上巨龙之称的董事船队，如今成了海上怪龙。这一年，董浩云在船队扩张的道路上一去不回。1981年，董事的东方海外年业务盈利 1.74 亿港元，盈利达到巅峰。第二年，董浩云的船队数量再一次刷新到了149艘，总吨位达1100多万吨。而当时包玉刚正大肆减船，具体船只和吨位不详。同年4月，董浩云在中国台湾举行第150艘船宪章号的下水礼，现场政要云集，盛况空前。许多媒体便顺势将董事称为世界第一大船王。更令董浩云颜面有光的是，4月中旬，他将携摩纳哥雷尼尔王子伉俪前往高雄，宪章号将由摩纳哥王妃亲自命名。天佑不测风云，4月14日下水礼前夕，董事因连夜操劳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次日凌晨，一代船王壮志未酬，含恨而终。在香港人缅怀他逝去的同时，航运业的黄昏也悄然到来了。1982年，世界船荒如季风过境，所过之处一片愁云惨淡。这一年，董事的东方海外一落千丈，负债高达14亿美元。2年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东方海外总亏损额达到9.7亿港元。
1985年是航运业损失最惨重的一年，这一年全世界一共减少了1785艘巨轮，总排水量达到1775万吨。董氏家族的东方海外赤字接近25亿港元，濒临破产。而昔日船王包玉刚凭借着在商业决策中的审慎和果决，在巨轮搁浅前弃船登陆，安全上岸，成为几个少数损失较小的船东之一。随着董浩云的逝去，董氏和包氏的船王之争也落下了帷幕。这两个扬着时代风帆、乘风破浪的弄潮人，一同开创了香港航运业的盛世与辉煌，也亲历了这一古老行业的衰落与退场。此后，世界性的航运萧条绵延了数十年。事实上，70年代后期，香港华人船运业开始衰退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地产业也开始悄悄崛起。近100年来，凭借着近水楼台，英资公司在香港各区抢占大量廉价土地，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2战后，香港地产进入一个新纪元，早期崛起的老牌华商家族开始在地产业大展拳脚。香港华商地产业迎来了一次小型的跃进，涌现了张柱山、霍英东、许爱洲等佼佼者。随后的60年代中期，香港先后爆发银行危机和政治骚动，引发了严重的地产危机。华人地产业经历了一次新的洗牌。在危机中，许多新兴的华人地产商大量吸纳贱价抛售的地产物业，形成了与英资各据一方的崭新格局。70年代初，香港地产业迎来复兴，许多华子公司纷纷在香港上市。1971年，李嘉诚设立长江置业有限公司，专营地产。次年，长江实业上市，股市牛气冲天。胡应湘的和合、郭德胜的新鸿基、郑裕彤的新世界、陈增熙的恒隆也紧随其后，4人与李嘉诚并称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但与颐和置地等大型英资地产公司相比，当时的华资所开办的地产公司只能算得上中小型。1977年，李嘉诚迎来了自己的时运。这一年，长实击败港地中标香港地铁公司，物业兴建全港透明，一飞冲天，一战成名。初尝胜利果实的李嘉诚很快盯上了下一个目标——香港最大的码头，英资财团颐和控制下的九龙仓。他打听到颐和所拥有九龙仓的股份不及20%，也就是说，只要收购九龙仓20%的股票，就可以跟颐和公开竞购。当时九龙仓的市值不超过14亿港元，被明显低估了。按照九龙仓码头拥有的大片地盘及零散物业来算，即使股票价格再上涨5倍，买入依然合算。抢先看到这一点的李嘉诚开始利用散户暗中吸纳九龙仓股票。短短数日，他已买下2000万股九龙仓。股市很快有了反应。1978年年初，九龙仓股价一路攀升至30港元。而李嘉诚手上已持有九龙仓20%的股权，与颐和分庭抗礼。觉察出不妙的颐和高层紧急向汇丰求援，得知汇丰介入的李嘉诚自知不是对手，于是决战前夕，他便宣布鸣金收兵。但张罗一场老滑头，李嘉诚并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一个各得其利的妙计早已在他脑中成型。此时，感受到航运危机的包玉刚正在寻觅地产行业的新机会。1978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香港中环文华阁的高级客房里，野心勃勃的李嘉诚和跃跃欲试的包玉刚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晤。双方寒暄之后，李嘉诚便开门见山：“我愿意将手中所持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全数转让给你。”这对正寻求登陆的包玉刚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但包玉刚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位找上门来的华商定然还有其他的目的。果然，李嘉诚提出了他的条件，这2000万股股票将以高于当时市价，以30亿元的定价脱手给包玉刚。作为回报，他希望时任汇丰银行的大股东的包玉刚能从中斡旋，帮助他从汇丰处承接9000万股的和记黄埔股票，完成对和记的收购，以30亿元的价格出售2000万股九龙仓股份，一买一卖间，李嘉诚将从中获益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包玉刚的牵线搭桥，他将拿下原本毫无胜算的和记黄埔。而对包玉刚来说，拿下九龙仓更是一举两得的明智之举。当时英资把持下的九龙仓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大的码头，盘剥着储运的大部分利润。英资对码头仓储数十年的垄断，让像包玉刚一样的华人船东多年来深受其害。如果能拥有九龙仓，就能掌握香港大部分的货运、装卸、储运业务，打破英资垄断、任人宰割的昔日困局。此外，除码头外，九龙仓的产业还囊括酒店、大厦等雄厚地产，这对包玉刚以航运为基础撬动陆上地产的计划来说，可谓是锦上添花。
商业合作的本质既是一场利益的合谋，对双方而言，这显然是一场各取所需、两全其美的交易。在巨大利益面前，无需多言。当日晚9点，这宗交易即告达成。随后，在包玉刚的助力下，李嘉诚不战而胜，成为香港英资洋行和记黄埔的首任华人老板。而不动声色接下九龙仓股权的包玉刚，也开始了决战前的厉兵秣马。出于谨慎的作风，与李嘉诚的暗中交易，包玉刚并未公之于众。而李嘉诚的罢手，让原本如临大敌的怡和洋行松懈下来，以为从此便可高枕无忧。令怡和始料不及的是，包玉刚仅用80多天就买入了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加上原来持有的股票数目，他已控制了30%的股权，大大超过了怡和洋行的代持置地。为求稳妥，包氏还将3000万股以每股55港元的价格转让到自己控制下的龙丰国际。包玉刚认为，如果收购失败，最多赔掉一个龙丰国际，而不会动摇到包氏财团的根基。如果收购成功，就可以得到整个九龙仓。大梦初醒的怡和这才意识到，原来对手已经走远了。按照惯例，九龙仓最大的股东包玉刚和二女婿吴光正被邀请进了九龙仓董事会。主客意味着董事会摩擦不断，势如水火的怡和老板扭袍与包玉刚在弥漫着火药味的和平中伺机而动。2个月后，怡和终于按捺不住，怡和一方的代表扭逼间接地行政总裁贝德朝氏主动约见包玉刚，纽口间单刀直入，要包氏出让九龙仓股权，交换条件是一部分置地物业。包玉刚对怡和的退让有些惊讶，置地物业位于香港的黄金地段，而中区的几栋大厦更占尽天时地利，寸土寸金。包玉刚也不客气，当即提出要中区的3座大厦：金门大厦、太古大厦、太子行。这些产业无疑是置地物业的命脉，牛逼间断然拒绝，并表示只能是中区金门大厦、尖沙咀星光行以及半山区的部分住宅。包玉刚并不让步，双方的谈判不欢而散。此后，双方的争斗不断加剧，有内部人士称，每召开九龙仓董事局会议，气氛紧张到要记下个人的言谈举止。6月初的一天，九龙仓召开年会，会上纽袍间要求各董事告知近期的出行计划。包玉刚的行程十分紧凑，他告知纽袍间自己会先后去巴黎出席国际邮轮会议，作为副会主席，他必须到场，然后前往法兰克福参加银行界的会议。他是汇丰银行董事、环球航运主席，不能不去。第3站是伦敦，作为商界名人，他受到伦敦华人界出席端午龙舟会的盛邀，没有不捧场的道理。最后的安排是前往墨西哥会见总统波迪罗，这次行程全部完成至少需要10天。临行前，纽袍间破天荒地对包氏说了一句：“祝你旅途愉快。”但此时的包玉刚无心体会牛逼间的事出反常。年会结束不久，他便飞赴纽约。包玉刚前脚刚走，怡和内部便召开秘密会议，定下增购九龙仓股份至49%的收购计划。把收购界限定为49%是怡和的花招，若包玉刚强势跟进，持股量必须超过49%，而突破了50%的临界点，则属于全面收购，将牵动近100亿资金。1980年6月20日，香港各大报社纷纷刊出怡和与置地的巨幅广告，内容是怡和将以2股作价12.2港元的置地股票，外加一张面值75.6港元的10厘周期的债券，合计共100港元的价格，换取一股原价70港元的九龙仓股票。按照惯例，牛逼间在收购计划发布前一天要打电话告知作为九龙仓董事的吴光正。电话中，纽袍间不无得意，他料定包玉刚此时外出，包氏财团群龙无首，即使包氏能及时赶回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资金。提前得知收购计划的吴光正立即打电话告知远在巴黎的包玉刚。包玉刚盘算起来，怡和将收购股权定在49%，是想逼自己全面收购，自己将收购计划定在49%，便可与怡和对峙，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只需要再收购19%的股份。此外，怡和的收购计划是以股换股，如果自己能够筹到足够的现金，拿下九龙仓便指日可待。但此时包玉刚手里的现金只有5亿港元，各种债券和资产的变现则需要几10天的周期。为了能在周1前完成对九龙仓的收购，还需要银行的贷款。计划好一切的包玉刚在电话中嘱咐吴光正在香港做好准备。随后，他约好汇丰银行董事长沈碧和副董事长博弈，第2天一起共进早餐。包玉刚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的信用有良好记录。”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包玉刚的信用派上了用场。次日早晨，当包氏提出借15亿港元现金时，汇丰银行方面一口答应。
汇丰银行的15亿港元让战局迅速扭转。21日7时，包玉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以他个人和家族的名义，动用21亿港元现金，以105港元的股价收购2000万股九龙仓，把所持股份提高至 49%。次日，包氏的收购广告便席卷香港报刊，引起的轰动远胜于3天前的置地广告。23日周一一开盘，股东们蜂拥而至，从收购开始至收购结束，只用了1个多小时。当天，获多利报23亿港元，吴光正当即签发支票，整个收购过程迅速果决。当时有人形容，包玉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场漂亮、干净、利落的世纪收购战。1980年，包氏入主九龙仓，成为九龙仓有史以来第一任华人董事长。入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是一次从海上到陆上的华丽转身，他成为了香港为数不多的大不动产拥有者之一。但对建立起海上帝国的包氏来说，船荒破镜，要成功完成登陆，收购一个九龙仓还远远不够。此后，包氏便一直择物色合适的收购对象。不久，包氏就等到了他的时机——惠德丰。包氏与惠德丰说起来渊源颇深，包玉刚与惠德丰的创始人乔治·马登很早就认识。1955年，包玉刚向马登贷款购买他的第一条船，遭到了马登的嘲讽，双方不欢而散。但包玉刚的胆识与才智却给马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不打不相识，往后反而成了关系很好的伙伴，一起搞航运。在乔治·马登的苦心经营下，惠德丰在60年代步入鼎盛，成为地产与航运并重、多业发展的大型集团。随后，乔治·马登隐退，由儿子约翰·马登接手惠德丰。接手惠德丰的小马登却没了老马登当年的神采。1980年，包玉刚弃船登陆，航运界萧条境况已现，但约翰·马登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船价低的时机大肆扩充船队。因为小马登的一意孤行，1983年惠德丰船业共有29艘船，载重139万吨。因航运长期萧条，公司负债21.8亿港元，还需忍付在建船款6.8亿元。随后，惠德丰船务匆忙宣布减船，但面对巨额债务已是亡羊补牢。不久后便有消息传出，惠德丰船务可能会因债务而清盘。惠德丰船务公司的负债引发了惠德丰的2个大股东乔治·马登和张玉良之间的矛盾。外界普遍认为，乔治·马登作为惠德丰的创始人，自然也是最大的股东。其实早在70年代，香港巨富张氏家族就已入驻惠德丰董事会，掌权人张玉良成为惠德丰最大的股东。虽然拥有最多的股权，但张玉良图利不图权。这位第一大股东在惠德丰只担任董事、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仍是约翰·马登。作为大股东，张玉良十分关注惠德丰的经营状况。小马登大肆买船期间，张玉良曾多次向他建议，但小马登充耳不闻。惠德丰船务公司负债期间，小马登更是从惠德丰洋行借走数百万美元，一度账上资金炯炯。张玉良与小马登之间嫌隙顿生。航运业萧条，惠德丰前途未卜，小马登早已没有了继续经营的想法。随后，小马登在未告知董事局的前提下，悄悄将所持的 14% 股份私下卖给了新加坡富商邱德拔。邱德拔祖籍福建，是马来西亚银行的创办人和大股东之一，是南洋声名显赫的大富豪。他早就想来香港发展，收购惠德丰就是他进军香港商界的第一步棋。1985年2月14日下午，惠德丰股票停牌收购，消息传出，收购者是邱德拔与不久前在港注册的公司。收购书称，其将以每股6港元的价格收购惠德丰 A 股，以每股 0.6港元的价格收购 B 股。此外，小马登与邱氏的暗中交易也随着收购书的披露而公开。此时该公司表示，已从马登家族购入 6.7% 的 A 股股权，以及 22.7% 的 B 股股权，两项合占惠德丰 13.5% 的投票权。看到收购建议书的张玉良气得七窍生烟，作为惠德丰的最大股东，公司股票一手自己竟毫不知情。现在邱德拔和入主惠德丰，很可能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平静下来的张玉良决定阻止邱氏的收购计划。就财力而言，张玉良与邱德拔不相上下，但此时他已有心淡出香港，要想与邱德拔抗衡，他必须找到一个财力、魅力兼具的人选。此时，他想起了曾打过几次交道的地产巨子李嘉诚。这一年1月，继合记黄埔后，李嘉诚又斥巨资购得英资港灯集团，名噪一时，包括其在内的华资如日中天。张玉良找到李嘉诚，
希望李能买下他手中34%的股份，迎击邱德拔。但刚买下港灯集团，李嘉诚此时元气未愈，送上来的肥肉不吞不快。他想到不久前合作过的包玉刚，自己索性投桃报李，做个顺水人情。2月15日中午，在李嘉诚的牵线下，张玉良与包玉刚会面了。此时了解到会德丰易主的包玉刚，终于放下了朋友财不可贪的包袱。在商言商，会德丰主营地产航运，与包氏的经营范围相似。如果能收购会德丰，包玉刚在地产业的地位必能更胜一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时的会德丰虽然业绩不佳，但其多年来在地产和航运界的积累不可小觑。对包氏来说，收购会德丰是天赐的良机。双方的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张玉良对包玉刚只提了一个要求，他希望包玉刚彻底收购，一举控制会德丰，不给对手留下任何反收购的余地。张玉良的要求，包氏承诺绝对没问题。当天，包玉刚便以丰厚的价格接下张玉良转让的34%股份。入局会德丰之战的包玉刚这才意识到战况的焦灼。此时，会德丰重击缠身，面对邱德拔开出的收购价，很多会德丰小股东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套现。截至2月15日首日收购当晚，邱德拔所持股权已增至23.5%。2月15日，在包玉刚与张玉良达成协议的当天，会刀锋股票立即被抬高，升至6.4港元，超出建议收购价。这证明有知情的第三者在入市横扫。次日周六休市，船王包玉刚正式对外宣布加入会德丰收购战，出价比邱德拔高10%，并宣称已拥有会德丰34%的股权。股市休市，小股民们已开始磨刀霍霍。这场被传媒称为过江龙大战地头蛇的收购战一触即发。18日周一，股市鸣锣，包玉刚一方门庭若市。不久，股市就出现高于双方收购价的6.8港元的暗盘，有人猜测是邱德拔在暗中吸纳。随后，联交所宣布会德丰停牌1天，但旗下子公司照常挂牌。在股民高涨的情绪下，会德丰旗下的置业信托和联合企业股价一飞冲天。19日除夕，鼠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邱氏财团宣布再次提高收购价 ，A 股作价7港元 ，B 股0.7港元，股市再被引爆。截至当天收市，邱德拔已持有会德丰24.37%的股权，包玉刚持有34.17%，双方股权仅相差10个百分点。包氏的反击暂停在停市5天的新年，但此时的双方早都没有了过年的心情。2月25日，大年初六，牛年开盘，决战开始。随后，包氏便对外宣布，以每股作价10亿港元的现金收购会德丰旗下的联合企业。联合企业内部有很大一部分的资产是船只，航运业不景气，其股价也跌入谷底。但精明如包玉刚绝不会做亏本生意，他看中的是联合企业背后6.8%的会德丰股权。收购联合企业是釜底抽薪的妙计。次日，没等邱德拔反击，包玉刚又一次宣布提高收购价格 ，A 股作价7.4港元。B 股作价0.74港元。此时，包玉刚已拥有38%的会条丰股权。消息一出，股市沸沸扬扬，手握着剩余股权的小股民都在等候邱德拔的下一波举牌。但邱德拔却迟迟没有做出反应。一些人明白过来，这将是最后的价格。股民们纷纷套现离场，股市重归寂静。1985年3月15日，经过18天深思熟虑的邱德拔正式发表声明，放弃收购会德丰，并将持有的25%会德丰股份转售给包氏旗下的九龙仓。同日，包氏集团宣布，九龙仓已持有超过50%的会德丰股权。这场巨富博弈的过招，最后以包玉刚动用25亿港元现金，邱德拔获利1.1亿港元而终结。不久，包氏便入围会德丰，约翰·马登留任董事，并当选荣誉行政总裁。媒体曾评价，包玉刚式的收购是思维果决的海派作风。收购过程中，他不太看重资金的代价，而追求绝对优势，这与他本人的性格不无关系。有人形容，在九龙仓与会德丰的2场战役上，包氏是负创取胜。虽然取胜了，但收购代价昂贵，他的对手们则是烟消断腕。尽管落败退场，但都获利颇丰。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免有些短视了。九龙仓、会德丰2场收购战的胜利，不仅在世界船荒来临之前保全了包氏的财产，完成了从海上向陆上的转移，更奠定了包玉刚在香港华商地产业的地位。80年代，随着九龙仓、会德丰和黄埔登这些昔日强大的英资洋行渐渐落入包玉刚、李嘉诚等华人财阀手中，英资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撼动。
华资对英资的取代成为了势不可挡的时代缩影。此后，以地产商为中间的华人资本不断崛起，英资撤退的消息频传。迫近的香港97回归也让一些英资撤出了香港的舞台。1997年，伴随着香港的回归，漂泊数年的华侨也踏上了归途。1988年，年过古稀的包玉刚宣布退休，将公司交由4位女婿打理。但外界一般认为包玉刚是退而不休。1991年9月，包玉刚约见颐和领袖凯瑟克，表示九龙仓欲收购颐和持有的33%的置地股权。作为昔日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置地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有了置地在中环的土地，加上九龙仓的物业，包氏集团在物业上就能称霸港府。收购置地成了晚年包玉刚的一桩心愿。得知包氏意图的凯瑟克却立即宣布将置地改组，规定颐和董事长是置地永远的董事。这一年的中秋之夜，与二女婿同游的包玉刚出海赏月，还忧心着此事。不料次日清晨，包玉刚便因病逝世。1991年10月3日，包玉刚的葬礼在位于北角渣华道的香港殡仪馆举行。他身穿白衬衫外套燕尾西装，打灰白色领带，身上盖着红色的陀螺，背上面绣着金钱经文。灵堂则摆满了无数商贾政要的花圈和挽联，8位名流政要扶灵前行。除周南和撒切尔夫人外，其余6位都是包玉刚生前好友：邵逸夫、李嘉诚、汇丰银行主席溥维士、前汇丰银行主席桑达爵士、安子介和日本银行家千浦喜三郎。时光流转，2015年，包玉刚的女婿69岁的吴光正宣布正式退休，36岁的儿子吴宗权接过数千亿家产，过上了躺着收租的生活。仅尖沙咀的海港城和铜锣湾时代广场每年收租就可达160亿利润，更不用提九龙仓还持有的其他4大物业广场。2年后，曾经与包氏家族争夺闹王小号的董氏家族将自己的东方海外作价338亿正式出售，而这338亿的钱也不过是包氏家族海港城2年的租金。风云变幻的近代香港造就了如包玉刚、董浩云、李嘉诚、邵逸夫这样的乱世豪士，也崛起了航运、地产、电影这样的辉煌产业。他们这一代人参与和推动了近代香港商业的发展和成熟，以个人之力在中国商业世界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属于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一个群星璀璨的香港商业时代也落下帷幕，迎来的是一个新的华商主宰的垄断时代。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香港的电力是家道李家族和李嘉诚的，煤气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诚和颐和集团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有线宽带是包玉刚的。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大概就是因为如此吧。